哎，各位老铁家人们，咱今儿个聊点实在的。说到这儿，大块头轿车，很多人心里头可能就犯嘀咕了，这玩意儿开出去是挺气派，但会不会特费油？万一买二手车修起来，不得把家底都给掏空了？哎，这话不假，你说的对了一半。这二手车市场啊，就跟开盲盒似的，有的车越开越有味儿，成了情怀老宝贝；有的车呢，一出保修期就跟祖宗似的，三天两头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不是这儿响就是那儿坏，修车钱跟流水一样哗哗的花。所以啊，关键问题来了，到底哪些大车能让修车的老师傅们见了都竖大拇指，说这车靠谱？注意了啊，我说的不是那些在网上哇塞不停的车评 UP 主，更不是键盘车神，而是天天跟发动机、变速箱打交道，哪个车小毛病多，哪个车能从地球开到火星，夸张了啊，就是开个20万公里都门清的修车师傅们，他们才不会跟你整那些虚的，他们只认一个字稳。那到底有哪些神车能入得了老师们的法眼呢？今儿我就给你们扒拉出来7款在美国修理厂里口碑炸裂的大哥大这些车，不光个头大，坐着倍儿舒服，跑起来那叫一个稳当，气场2.8米，关键还特皮实抗造，价格也相当给力。如果你正愁想买台空间大、动力猛、开个10年8年不跟你掉链子的大家伙，那这份名单你可得拿小本本记好了。下面咱就开门见山，一个一个盘它。家人们，今天咱来盘一盘雷克萨斯 LS460， 特别是那批10到12年的老伙计。你要是去问老司机、修车厂的老炮，问那句话，20万公里后还能当理财车开的全尺寸豪华轿车是哪个？10有8九他们都会甩出 LS460 这个名字。为啥这么牛？因为他心里憋着一台 4.6L 的 V8 大心脏，一脚油门下去380匹马力，那叫一个劲儿足。配上 8AT 变速箱，换挡跟丝滑德芙巧克力似的，没有半点卡顿，他就没想着跟你整什么花里胡哨的，骨子里就是皮实耐造4个大字。跟现在那些小马拉大车的涡轮增压不一样， LS460 走的是传统大路子，只要你按时伺候好，那开个10几20年就跟个老伙计一样，安安静静稳稳当当。他当年出来就是冲着奔驰 S 级、宝马7系这些德系3巨头去的，但跟那些德国佬比，雷克萨斯玩的是简单粗暴的可靠性，不是堆砌一堆你听不懂的黑科技。动力总成、发动机加变速箱这块口碑直接封神，前提是你必须得对它好，定期保养，啥正式皮带不存在的，人家直接上更结实的正式链条，变速箱也是久经沙场，结构硬朗，皮实的很。划重点，避坑指南。不过买车的时候可得擦亮眼睛了，千万别碰那批带空气悬架的版本，除非你家有矿，不然修起来那费用能让你怀疑人生。还有悬挂系统的状况和冷却系统的体检报告都得查得明明白白，这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得看清楚。2010款和2012款的后驱版是闭着眼睛买都不会错的选择，能买得起这车的主儿，那都是当宝贝供着的，车况一般差不了。这车简直就是行头等舱，追求的就是一个极致的奢华体验。关上门，世界都安静了，上高速跟船一样平稳。V8 的发力线性又平顺，没有一点窜的感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完美避开了欧洲豪车修车修到破产的魔咒。只要你把它当祖宗一样伺候 ，LS460 不仅舒服的让你不想下车，那耐用性更是让所有修车师傅都竖大拇指，发自内心的尊敬。他懂的人自然懂。兄弟们，今天咱不聊花里胡哨的，就唠点实在的。丰田亚洲龙 Avalon， 特别是那批13到18年的 V6 猛兽版。你要是说雷克萨斯是丰田家的高冷学霸，那这台 Avalon 妥妥就是个闷声发大财的6边形战士，主打一个聪明又耐造心脏 3.5L V6， 老炮的核弹级心脏，掀开机盖，它那颗 3.5L 的 V6 心脏就是丰田加压箱底的看家本领 2GRF1， 这玩意儿有多牛？这么说，不同年份调教不同，马力大概在268到301匹之间。家用车这个动力绝对够你地板油撒欢。但这车最牛的不是加速，而是传家宝级别的可靠性。它用的可是正时链条，不是那隔3差5就坏的皮带。只要你按时保养，开个25万英里、40万公里，跟玩似的，完全不是事儿，简直是里程表杀手本尊。变速箱 6AT， 佛系玩家的平顺神器，跟着 V6 发动机搭档的是一台 6AT 变速箱，这组合主打一个稳，换挡跟德芙一样丝滑，而且特别抗造，能用到你车都散架。为啥修车师傅都爱它？因为这车没啥花里胡哨的，一没涡轮省事儿，不用担心涡轮高温、积碳早衰这些幺蛾子；二没电子眼花缭乱的玩意儿，结构简单一目了然，修起来跟搭积木一样，坏哪修哪，不跟你整那玄学操作。三纯的美式公路美学，就是为了让你在高速上能从 A 点舒服的漂移到 B 点。内饰静如处子，舒服的像在自家沙发上。别看它外观不张扬，内饰里子那叫一个有料。
摸上去软软糯糯的，关上门外边的世界瞬间清静，主打一个静谧，坐着比德系大舒服多了。关键是养车成本那是一个字，便宜。欧洲大佬看了都得直呼内行。买车避坑指南，重点来了。虽然是神车，但挑车也得带眼识人。记住这几点，避免踩坑。一、底盘是关键，作为大车，悬架是损耗大户，重点看看减震器和控制臂，要是松松垮垮的，那价格得狠狠往下砍。二、换挡要顺滑，上车试试，换挡必须得顺溜，不能有顿挫感。三、保养记录是命根子，一定要查。机油换得勤不勤，直接决定了这车能陪你走多远。记录不全的，咱就别碰。总结，这车到底香在哪？综合来看，2014款和2017款，只要保养记录清清白白，那基本就是闭眼入的黄金版本。它可能不给你带来什么面子，但它能给你里子，实实在在的安心。它不像那些网红车3天2头给你找点事儿，它就像你身边那个不爱说话但永远靠谱的兄弟，有他在，你就觉得踏实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一台大尺寸的舒适座舱，又想要V6的强劲心脏，还追求那堪比传家宝的可靠性，这台 Avalon 绝对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神车，懂的都懂。家人们，听我一句劝，想找个皮实耐用、开不坏的通勤神车，那福特金牛座，特别是13到18年的老伙计，你可真别错过了。它心脏里揣的是一台 3.5L V6 大自吸，听着是不是没双涡轮那么顶？对，它不走性能路线，主打一个稳和皮实。在老修车师傅眼里，这机器就是省心的代名词，简单可靠，毛病少得可怜，堪称钢铁直男发动机。这机子用在伏特加好多车上都快成万金油了，放在金牛上能炸出288匹马力。关键它用的是正时链条，只要你不懒，定期换机油，开个20-30万公里跟玩似的，再配上那副6AT 变速箱，简直就是耐用王中王组合。在美国，这种车就是干高速通勤的料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又平顺又安稳，妥妥的公路移动大沙发，划重点。千万别碰 EcoBoost 的双涡轮的版本，那玩意儿是科技狠活，省油是省油，但后期维护成本和潜在风险，懂的都懂。如果你就想买个车开个省心，别3天2头往修理厂跑，那这台 V6 大自吸闭眼入准没错，开起来的感觉稳如老狗。别指望它能给你什么推背感，它的基因里就没写着运动。它所有的调校都是为了让你在高速上巡航能像船一样安稳，这保守的劲儿反倒成就了它的超长待机。车里空间贼大，座椅舒服的能让人睡着，路上还贼安静，带上家里人跑长途简直就是奶爸神车天花板。买二手车的时候，你得盯死几个地方。水泵这玩意儿是通病，一定要前车主换过，或者你有这预算准备马上换。变速箱换挡的顺溜不能顿挫，悬挂不能有松散感。综合来看，2014款和2017款的 SL 或顶配 Limited 版本，要是还带着全套保养记录，那基本就是毕业版了，闭眼捡。这车就是为那些不追求面子、直里子的人准备的。你要是就想有个大空间 ，V6 动力足，开不坏还修车不心疼的车，那金牛简直是卷王。颜值可能普普通通，但在懂车圈子里，它的江湖地位可是杠杠的。这波性价比，懂的都懂。老铁们，今天给你们唠点硬核的雪佛兰的大块头 Impala。咱先说动力，这车心脏是台 3.6L 的 V6 大 V， 马力直接干到300匹往上，6速变速箱给它伺候的明明白白。简单说就是劲儿贼大，贼顺溜，想在高速上超个车。跟玩似的，地板油踩下去，那推背感让你瞬间体会到什么叫美式大排量的快乐。再说这车在美国市场混了这么多年，口碑那是相当能打，舒适性稳的一批，开起来不飘不晃，高速上跟船一样平稳，妥妥的陆地巡航导弹。坐进去更没得说，宽敞俩字贯穿始终。家里老小坐进去敲个二郎腿都没压力。内饰也比以前老气横秋的样强太多了，看着就挺有档次，不输那些标着豪华 logo 的车。重点来了，为啥咱汽修师傅都爱这车？因为它皮实耐造啊。这 V6 发动机满大街都是，咱修车师傅闭着眼睛都能给你捣鼓明白，配件也好搞，不搞你漫天要价那一套。只要你按时伺候好它，这车很少给你撂挑子。不过要当它的铲屎官，也得懂点规矩。一、定期换机油，这是必须的，就跟咱们吃饭一样，不能饿着。二、开久了变速箱换挡得留意，别顿挫的太厉害，该修就修。三、走烂路的时候，要是听到嘎吱嘎吱的响，那悬挂系统可能跟你抗议了，得去瞅瞅。四、车上那些电子玩意儿也得时不时检查检查，别关键时刻掉链子。所以想买 Impala， 听我的，就选2015款或者2018款的 V6 版本，这俩是黄金版本。买车前一定得看保养记录，别整那些工具车被车队盘得包浆了的，咱可不要。总结一下，你要是就想图个宽敞舒服，喜欢那种美式大 V 的推背快感，但又不想天天往修理厂跑，
追求的是个经济耐用，那 Impala 绝对是你的菜。它没有那些豪华品牌的光环，但该有的空间、霸气和皮实它一样不落，所以它特别适合当个靠谱的老伙计，陪你风里来雨里去，妥妥的家用神车。要说这年头买个大车，谁不想要个面子和里子？但你可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给忽悠瘸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有些车它可能长得没那么张扬，甚至有点闷声发大财的意思，但开出去那才叫一个真香。就拿凯尊这台车来说，他心里头揣着一台 3.3 升 V6 心脏，那家伙劲儿贼足，差不多290匹马力，开起来就像一条顺滑的大鱼，平顺的不得了。这可不是那些小排量涡轮能比的，那是另一种爷们儿的感觉。而且啊，这车在美国市场上就是个宝藏男孩，低调的很，但他这内功是真的强，设计简单直接，皮实耐造，开个10年8年都跟新的一样，你信不信？你可能会说，老哥，他没那个豪华光环啊。我说兄弟，格局小了，他不玩那些虚的，但他给你的东西全是实打实的。真皮座椅，大的能玩游戏的屏幕，车里那叫一个安静，跟个移动的小包间似的。这舒适度甩掉一堆几万甚至10几万块的豪车。最关键的是啥？修车师傅都爱这车，为啥？因为它这发动机和其他现代起亚车型是亲兄弟，零件多的是，坏了也修得快，不会让你干等着，钱包也不用大出血，这就叫好养活。当然了，买二手车得擦亮眼睛，这车嘛，最要紧的就是看看它的体检报告，机油换得勤不勤。要是里程数高的，得瞅瞅悬挂有没有老寒腿，换挡是不是跟丝般顺滑。千万别买那些网约车或者僵尸车，那都是坑，懂？要是你实在拿不准，就选16年或者18年的，还得是那种一本正经保养记录清清楚楚的，那才叫闭眼入。所以说啊，这车就适合那些人间清醒的朋友。你想要大空间，想要舒服，想要这车能陪你好好过日子，又不想为那个虚名多花一分冤枉钱，那你选它就对了。这种闷声干大事的性格才是现在最酷最理性的选择。说白了，现在开个大轿跑不如开个大 SUV 潮，但你要是图个实在，想花小钱办大事，这些全尺寸轿车绝对是你的白月光。他们共同点就仨：发动机靠谱，变速箱传统，还有个靠谱的修车师傅给背书。就冲这，他们才赢得了咱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信任。行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。你们心里都有那台想从一而终的神车了，赶紧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别忘了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接着聊，一起见证啥才叫经久耐用的硬道理。Peace out。